那个文友通讯呢，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了，尤其是在戒严时代哦，想要把台湾的这些他们全部集合在一起，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在戒严时代呢，你如果有太多人聚集在一起呢，就是非法集会啊，那个警总马上就会叫去问哦。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想要把这些前辈作家文忠礼和啦、廖清秀啦，把他们所有的那些人哦，把它集合在一起，大家互相勉励啦，然后有一个管道出口，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钟老他做到了，虽然他后来那个文友通讯他可能办了一年多，还没2年，他也要停止。但是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哦，就使得台湾文学的火种呢得以往上追溯到日治时代。钟老他的翻译做得非常的好了，尤其是他后来帮那个日治时代的那个日据时代台湾文学全集他翻译了非常多，他把日治时代的那些台湾文学优美的地方呢，使得我们这个不太懂日文的这一个世代，我们重新去了解说，原来在日治时代台湾文学有那么精彩的作品，有那么多精彩的作家，其实都是透过钟老他的文笔再让我们重新认识。1953年左右，佢不只是讲有只台湾人散步曲咁樣嘅想法咧，咪有只台灣文學嘅想法，意思係講，不止嗌台灣嘅命運，台灣文學嘅命運到台灣嘅命運全部強項。寫作一般人是寫一家，佢了陣佢冇強項，佢自家來寫像孤單嘅，佢喊來大家強下來寫，我來做隻父母好咧，我來排隻文友通信大家來互相來熟識，呢啲為互相來通信全部記到我哋我做啲將信啦那佢刻嘅鋼板那佢刻起來，我是本大家就按做是交流交朋友，再過來是要地步要做啲作品來輪流來看，來本嘅作品來評論，大約是按樣嘅內容啦。5圖6嘅排在按度搶眼文藝，但是看得出來講，中國嘅排在雜誌佢建議係台灣文學，後來嘅5圖6啦，佢改變成台灣文藝意思講文學咪做得台灣人喺日本時代咪當到嘅畫圖嘅啦評論其他方面嘅藝術家咪做得加入變成唔單講嘅全部文學嘅咁樣雜誌咁樣5圖6其實係簽嘅羅一批嘅鐘老子係簽嘅下一批嘅下那後生嘅咁樣是結合起來實際上冇佢叫以後咧，台灣文藝就會鐘老佢變嘅咧，唔係佢羅一批幫助佢嘅，佢幫助後台幫助鐘理科跳過改。佢咪平時嘅錄音中啦嘅5圖6從日文翻到中文唔是這樣嘅嘅台灣嘅母語做得到啦，正經講做得到。故說大家本叫做學堂嘅名嘛，台灣文學字母嘛。